好，大家好，我小磊。今天的视频我们聊起超跑旅行车 VFR 1200。我们在上一期聊 VFR 800的时候专门说过 ，VFR 的车系要比 CBR 的车系更具有跑车基因，只是 VFR 车系做成旅行车更注重舒适度，包括长途巡航。因为 VFR 800是 VFR 750的升级版 ，VFR 1200是 VFR 800的豪华版，而 C211V 是 VFR 750的增钢版。所以整个 VFR 车系的起源就是摩托 GP 的产物。曾经的 NR500、NR750、今天的 RC213V 这几款车全部都是 V4 发动机。具体更多车型介绍，请关注小磊有料微信公众号。初代的 VFR 1200，它的概念车发布于2008年，最终量产车发布于2009年10月。我们国内能买到的是2010年到2017年，因为这台车停产于2017年。如今在国内有老款的二手大贸车型可以买到。这台车主要设计是西班牙设计师包括德国设计师共同完成。在当年就采用了本田摩托 GP 各种空气动力学增强功能，在外壳上最直接的就双层导流罩。据说这样的设计可以将热量从骑手身上带走，而它这个 X 形状的前脸，据说可以在高速行驶时保持车辆稳定性，包括增加弯道速度。具体有没有用，这个我真的不清楚。我虽然在2015年骑过 VFR 1200，但也只是简短的骑过朋友的，那个时候根本不懂空气动力学。另外，它用的是一台液冷1237cc 4冲程76度 V4 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码，最大马力170匹，最大扭矩129牛米，6速变速箱，轴传动，整备重量267公斤，座椅高度815，油箱容量18.5升，最高速度 GPS 测试251，正常来说表显应该在280以上。另外，这台车它的气缸盖包括曲轴箱，用的是与 C211V 包括 CF450 系列同样的密封曲轴箱，包括单开销凸轮轴气缸盖，这样的设计可以加速油门响应，并且改善油耗。另外 ，VFR 1200分为2个型号，一个是序列式手动变速箱，另外一个是自动双离合 DCT 变速箱。这个手动模式简单点来说，就是可以通过拨片换挡；而双离合它有个低档是一种省油的全自动模式，另外一个 S 档是一个运动的自动模式。这2种模式都可以在高转速包括高速度以下换挡。另外，它的刹车系统用的是与 CBR 600包括 CBR 1000同样的 CABS 组合制动系统。组合制动简单点来说，就是捏了刹车之后前后同时制动，并且电脑会给前后轮分配不同的制动力。另外，它的架构是与本田 RC212V 同样的 V4 发动机架构，并且 VFR 1200是第一款具有 DCT 自动变速器的量产摩托，有3位可调屏幕，线控油门。后来在2012年增加了气应力控制系统，并且增加2000转到4000转的低扭，也把油箱容量提高到了19升。19升油箱大概可以行驶300公里左右。我们先来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这个哨声不可以代表发动机有多好，国产摩托更换离合器也可以出来这样的哨声，甚至调节平衡轴也可以出来这样的哨声。不过本田的发动机的确很不错，这个小知识只是说大家不要迷恋哨音。另外，如今 VFR 1200它的车型虽然停产，但是这款 V4 发动机并没有停产，而是把发动机卖给了英国的原子摩托，用来生产运动车型，包括4轮跑车。视频最后总结下 ，VFR 1200已经停产，所以不做太多介绍。国内可以买到水车价格大概2万多。但是只可以收藏，不可以上路。实在喜欢可以买二手大贸，买个近年份的也可以骑7、8年。在此特别声明，不推荐大家玩水车。我们共同爱好骑行氛围，争取每一个城市早日解除卸磨。更不推荐大家太注重极速，包括0-100加速。想飙车，我们尽量去赛道，那里更安全。哪怕买不起，租一个赛道车过一把蛇影也可以。千万不要用血的教训增加卸磨的力度，更不要用发动机声浪来挑战静摩的底线，也不要把随意穿插车流当做炫耀技术。真有技术，拿一个 GP 切10回来。就聊这么多吧，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